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这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我想今天的重点是10万美金。为什么重点是10万美金？待会来宾会解释给你听。OK， 来，资深媒体人陈东豪，我在想可不可以比他更多一点。今天看起来大家都是要瞒天喊价就地还钱了。OK， 来，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可是拿不到钱给你美国公债啊，OK， 用公债来抵没那么多现金呢，他吹牛的人。好，来，接下来为你邀请到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庆华，五哥好，大家好，我们大家应该都大于10万美金。哦，好 ，OK， 来，财经专家很简单告诉大家，为什么这边有10万美金的，这边要更多的，这边是公债的，简单告诉大家为什么？好，因为现在大家看到川普的动作呢，是对委内瑞拉做完了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呢，现在这个美国的媒体呢也在讨论说，川普的下一个动作会不会就是格陵兰啊？结果当正在讨论的时候呢，路透社就刚好出了这么一则报道，说这个之前原来川普的内阁有讨论过说，对于格陵兰呢，这个可能考虑说每个人发最高可以到10万块美金呐，然后意思就是换取格陵兰呢加入美国啦，用买的啊，每个人10万块美金。然后妙是妙在说这一则新闻呢是路透社发出来的，所以肯定后面有一个在放新闻的人嘛。那放新闻的人这个意思是什么？显然呢，这个之前才传出来说格陵兰不排除有军事动作，但现在传出来说，也可能用10万块美金，所以表示呢一手硬一手软。现在看起来美国对格陵兰是真的有可能有动作了。OK， 好，那当然就是格陵兰。那为什么川普会直接冒一个10万美金？当然有很多人会把国际局势，包括台湾这些全部都摆在一起来讨论这些。OK， 好，那不管你说玩笑话也好什么，显然在整个国际局势瞬息万变的情形之下，美国对一个委内瑞拉做了一个动作，会被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整个全球，包括川普的一个布局，然后包括两岸之间的关系，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而在今年媒体上报道，那国共论坛是不是很快会举行？真的会有正习会吗？如果照一般讲说，川习会在4月，正习会会在3月吗？那到底正习会谁说了算？所有这些都在大家讨论里头。但是不过一开始，来创下，川普这一次包括一次委内瑞拉的行动，看起来整个全球叫板就他一个人在叫了。今年是2026年，川普在就任之前特别讲了一段话，就是这一年是美国建国250年，7月16嘛，所以呢，他说美国不会只庆祝1天，不会只庆祝1个礼拜，美国也不会只庆祝1个月，1整年都要让全世界知道美国多么伟大。所以你看，元旦假期一结束，马上就在展现他的军事实力，大哥的军事实力强大到你老二老三，你的那个什么。俄罗斯的3层的重层主义的飞弹网没有用，中国的长程预警雷达没有用，大哥的实力不是你们老二老三可以比的，因为他在这边展现是美国的绝对强大的实力，而这绝对强大的实力里面呢，后面呢他动作又多了，他是在冰岛那边呢，在北大西洋直接去拦截整个所谓的影子游轮呢，对，他挂的是俄罗斯旗，我照样拦。不是那个管你是什么样的，管你是啥是那个地方是欧洲的领域对，我照样来管。所以呢，格陵兰呢，我就算过了，对不对？其实如果台湾的话，就是2兆3千亿美金，对不对？2兆3千亿美金呢，它现在军费要增加1年1.5兆美金，对，其实1年半的钱也就够台湾用了，对不对？所以它现在是全世界都在布局，而这布局就展现一个我是大哥，我大哥，然后你小弟老二老三。第1名和第2名、第3名的差距不是只有一个名次，是99分跟32分的差距。他就在展现这件事，所以展现这件事之后，他就呛瞎了，对我们台湾最关切的嘛。习近平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任内他不敢打台湾。有人说他在讲什么？其实他在讲就是大哥画下底线，我的核心利益你不要碰。对于我美国的国家安全，我认为重要的，像巴拿马运河，他直接要抢下来。委内瑞拉在我的后院。然后呢，直接的把你处理掉。格陵兰在整个北极航道，或者是居高临下，可以压制俄罗斯和中国的洲际弹道飞弹，我直接的要。然后连那个整个冰岛、北大西洋的北边我也要管。所以川普今年1整年就告诉你说，我是大哥。美国没有要去领导世界，美国只想主导世界。那主导世界要有实力啊。他这个军事里面就告诉你，我的实力到底多强大，我的整个作战能力多强。现在呢，还有很多人讲说，那个攻击委员长，你知道他最可怕是什么？是他们的参谋主席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讲的，20个基地出发，150架战机，
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全部回来。那你说再怎么烂的，肉眼也会看到几下嘛？是吗？你也打得到吧？你也打得到是吗？电影不都是这样吗？就算防空飞弹没拦到，什么没拦到，好歹有监视飞弹或什么东西可以射一两个，再没有。开枪那个垂降的时候，开枪也有人会打吧？是啊，终于是目前出来说，终于有打到人。当天不是讲说有一架飞机受损吗？对。但是受损之后，他竟然还可以直接从那个整个他们总统的官邸受损之后中3枪，飞行员中枪，重伤之后有能力，飞机能够飞回他们在海边的硫磺岛号。而且那个硫磺岛号上还带了2个贵宾，就是马杜罗夫妇。那个这中间的一个演练，中间的贯穿，中间的细节，完完全部控制住了。但创下，我们讲那个千钧一发之际，这整个行动几乎是完美无瑕。但是那个包括你刚刚讲直升机上的驾驶，如果要是中弹，假设那一架被打下来，那个状况就跟后来的状况可能就不是完全一样咯。有人就讲说，上次摩加迪休的黑鹰计划那一次，也是直升机被打下来。所有的人都知道，老美没有办法忍受，就是他们的子弟兵在海外，然后被人家拿来，等于说公示于众，然后把尸体或什么。摩加迪休那一次黑鹰计划就是这样。如果要不是这个直升机的驾驶员身中3枪，然后还能够把飞机飞回去，副驾驶协助一样回去，如果真的那架被打下来，恐怕今天大家在讨论这个状况就完全不一样。应该这一次就算被打下来，也不会发生1993年摩加迪休那一场，因为美国是永远从错误中去做学习。上一次是很惨，因为你没有救出人质，一架被打下来之后，飞行员被捕了，还被游街，对，那个是一个羞辱。但是那场羞辱之后，你要看到宾拉登，狙杀宾拉登的时候，有一架黑鹰直升机受损，直接炸掉。所以美国应该是连备案都已经算好了。然后我们看到他这一架这个突袭的，在这三角洲部队的直升机中3枪没有炸毁，所以跟上次摩沙迪休用那个监射武器不一样，可能就是枪打到了，就是降落的时候有那些防卫的士官兵可能有开枪，那已经是最低空的一个。但是如果真的被击中，我相信美国都已经有方案怎么处理这架直升机。这样讲好了，一个突袭行动，大概不会有人会设想他会完美到没有一个人受伤，没有一个人阵亡或什么，一定会想到，因为战争就是这个样子嘛，一定会多少会想到有这样一些的状况。理论上是这样，我在想，搞不好美国都没想到，为什么这次回来会所有的人全军而返，然后最多只有受伤的，然后连阵亡的都没有。应该有，你要看到的是，白宫不是开记者会吗？那个参谋主席联席会凯恩嘛，凯恩完毕之后没有开香槟，立刻20个基地，我所知道的，立刻开视讯会议全面检讨中间哪个地方有漏洞，所以这才是美军真正强大的地方，就是我呢不会做完美的计划，我只会做不会犯错的计划。然后为什么他们呢？五角大厦旁边有个披萨指数，披萨指数为什么会增加1200%？因为他们的每个做法，我大概去问了一下，因为通灵很熟嘛，我看很熟嘛。美国做作战计划是怎么做的？完毕之后，所有人给我到了，周小平，你负责可能有人被击中的方案，然后你呢不见得有事，尚一夫你负责进去的时候，如果他冲入了他的铁门以后，怎么处理的方案，所以他们是所有人都在那边坐镇，然后不是一个人掌握所有计划，是出了时候，周小平你过来，接下来就交由你指挥这个过程。年纪大是国民兵了，不是三角洲。这样很好，是。我说这就是美军，他的一个绝对强大，而且另外一个是美国也不会说我如果突袭了，我就遮掩，我就不告诉你，美国永远就是回去之后，他们其实第2天是开检讨，检讨完毕之后要庆功再庆功。所以这个美军的一个强大，为什么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美军，它的一个强大的能力，是承认自己有疏失，然后美国的兵推永远是美国如果会战败，会发生什么事，而不是美国一定会赢，就不像是有一个国家呢一直威胁我们嘛。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人讲说，会不会斩首我们赖清德啊？而朱入河基地不是在马英九时代就成立了吗？有个总统府吗？但是到目前为止，上一次军演的时候，连101都是 P 图的，对不对？他们能够深入吗？如果贯穿吗？然后他们的一个机械训练的情况怎么样吗？然后他们会面对自己的挫败吗？到了已经将近7、8个月了，才被人家讲过。在4月的时候军演的时候，一架歼15直接是
鸡头朝下，垂直的坠入。那中国如果是像美国一样的这样的，对于自己实力有自信、有状况，他们怎么这条新闻要隔这么久，而且中国从来没有证实。如果有自信，就承认中间过程有这一块。对 ，OK， 那这是演训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状况。那演训就是希望未来真实发生的时候不要出现这个状况。去年的时候，美国不是一架 F-18大黄蜂在航空母舰就掉下来，美国就立刻公布啊，然后立刻检讨啊。所以其实美军的强大，除了他们的电战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他们的 RQ-170，他们这次又出动 RQ-170。所以其实美军的强大，除了他们的电战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他们的 RQ-170，他们这次又出动 RQ-170，这就是美国他们不怕的。RQ-170在2011年被伊朗用电讯干扰拦截了一下，然后也是游街，那美国觉得是奇耻大辱，但是后面这10几年 RQ-170就没有出来，这次一出来就是发现它其实在高空制空，对于马杜罗除了那个16亿台币内应给资料之外，其实把马杜罗的所有行程都已经掌握清清楚楚，所以其实今天在讲这时候，一个军力里面其实不是只是那些装备，是那种文化。那当然坎西坤就是主导过2次 CSIS 保卫台湾的军演的那个人，那个也是30年前从波湾战争、越战都打过的人，他讲的协同作战能力里面的文化和里面的一个实战取得的经验。那才是美国第1名可以领先第2名、第3名60-70分的关键。OK， 当然美国的行动不是每一次都像这一次委内瑞拉这一次行动这么成功。如果还记得的话，美国最惨的一次的行动是在伊朗人质，对嘛？伊朗拯救人质那一次几乎是从头到尾灰头土脸的回来，然后包括国会开听证会，整个检讨到最后为什么会是这样，人质没救到，然后结果后来损兵折将成那样。美国不是每次行动那样，像川亚讲的，如果要真的一个成功的计划的话，是从很多无数次的失败的经验，才能够造就现在第1名跟2、3名是不是真的2、3名连车尾灯都看不到吗？一夫，如果真的讲的话，我补充一下，那个伊朗人质事件之后，本来 CIA 是有特种部队的，是 CIA 的特种部队，但是后来美国发现这样的是不行，所以伊朗人质之后 ，CIA 的特种部队取消了，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了3大特种部队，所以 CIA 负责规划，由这些真正实战的海豹啊、三角洲啊这些特种部队进行执行，所以你看美国其实就这样不断的进步。OK，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大家本来都觉得说，如果全球军力排名前3。那一定是美国、俄罗斯跟老共，现在有人排俄罗斯2，然后老共3，那就因为一个俄乌战争，大家就前后核弹数量了，对嘛？但是不管怎么讲，大家都觉得说，那2、3名跟第1名不会差太多吧？尤其最近老共一天到晚讲的震天尬响这个样子，但是我不知道川普也许因为这一次让全世界知道大家真的有差距，或是整个信心打出来，接下来呢，就像刚刚川普讲，他不是要领导，是要主导。你能想象，这上次是三角洲。这次是海豹突击队，我刚刚讲，一般来说，如果人家的游轮在上面跑，你也知道下面有我的核潜舰在护航，甚或上面旗子挂的是我们家的旗子，你竟然前门打后，人直接下来把船扣了就走，你这不是当场打脸打到肿，你是摆明了没有把我摆在眼内啊。那当然，美国的特战部队经验非常丰富嘛。好啊，刚才讲到说，在索马利亚内战就黑鹰计划动的是三角洲部队跟那个游骑兵，游骑兵部队嘛。然后你看到了，去抓那个委内瑞拉总统是动用了三角洲部队，那这一次动用的是海豹部队。海豹部队当然也有经验，追杀这个追捕宾拉登就是海豹部队，所以这3支部队里面是在美国号称三大特种部队3大特种部队。那这一次美国根本不管了。反正上个月的时候，我追你那个贝拉腰，我一直追你，你一直给我跑，还在从加勒比海一路跑，你拒绝让我登船。那时候是海岸防卫队，你让我拒绝登船，一直往西太平洋跑。
然后你把贝拉1号以后，你又改名字改成马里内拉1号，然后你就挂俄罗斯的旗帜，然后船身还给你涂俄罗斯的国旗，俄罗斯的国旗。但美国呢，直接把他的飞机啊，所有的运输机啊，比如说 AC-130J 的空中炮艇啊，全部往英国飞，往英国飞。那大家就在想，你往英国飞干嘛？又要执行什么计划？你包括160痛整航空航空团，又飞了。这一个部队就是刚才讲说去抓委内瑞拉所谓的那一个直升机，双翼直升机也是他们的，又往那边飞了。然后里面包括 P-8C 也飞了，整个都飞过去了。结果没想到他们就是要去追这一艘船。既然从加勒比海一路追到西太平洋，追到那个冰岛那边把它拦下来，然后旁边突然发现有俄罗斯的舰艇，还有俄罗斯的潜水艇。俄罗斯的潜水艇，当然就活生生就在俄国你的潜水艇跟你的舰艇前面，我的黑鹰部队直升机直接空下去。到那一艘那个影子舰船艇上面，活生生就让你看着。那你看俄罗斯连动都不动，因为 P-8海上巡逻，它里面有什么？有鱼雷，配备有鱼雷，配备有鱼叉反舰飞弹。它上面整个它有攻击性的，它不是巡逻机而已啊，还有攻击性，整个在上面飞啊，然后直接可以打下去。那你有舰艇，有潜水艇啊，鱼雷就专门打潜水艇，可以打潜水艇。那我鱼叉专门就是反舰飞弹，反舰飞弹就在上面飞，上面还有那个 AC-130J 炮艇，那炮艇的火力也非常强大，号称空中炮舰的炮艇，整个在上面。搞得你俄罗斯连动都不动。同时有一件事情，当你的军舰跟潜舰在护航的时候，我就是下去把你带走，这就告诉你说，我根本不甩你。俄罗斯你潜舰都来了，你军舰都在旁边了，那美国就告诉你说，我的 P-8，我的空中炮艇全部都在上面，电侦机全部都在上面的时候。告诉你，你可以派他来，但我绝对有武器让你动不了。我让你动都不能动，你随便只要一动，我的火力绝对有办法把你摧毁。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是武力展现。今天，川普在主导整个世界，我来认定。你在我这边的认定是违法还是合法？是我制裁还是不制裁？是由我来决定。已经不是由俄罗斯、由中国在影响全世界里面的治理议程。现在的治理议程不是你中国说了算，不是你俄罗斯说了算，在制裁这一方面是我说了算。1.5兆摆2027年1.5兆摆在那一边，其实1.5兆那是一个多恐怖的数字，是美金，对，美金啊，是美金，那是一个多恐怖的数字。1.5兆，它一下子增加了60%，它的2026年是9000多亿美金了。他一下子要给你跳到1.5兆，他刚好他不多，他就是后面第2名到第10名全部加起来，他还要再多一些。美国现在是第2名到第10名已经超过，对啊，但是1.5兆是第2名到第30名。对，他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未来的武器发展，在2027年我们投注下去，你不要再跟我讲俄罗斯排23没意义，中国跟俄罗斯抢排23。对我来说都没意义了。当2027年我的1.5兆美金下去，你想一下，它是一个多恐怖的事。包括第2艘甘乃迪号的那个第5代福特级的弹射，要提前整个整装完成，整个要提前整装完成。
你看到最近又下一个令，洛神跟那个洛马跟那个雷神，你们不要给我开玩笑，我签命令哦，你们再不要跟我发什么鼓励哦，你们不要再给我回购哦，你们不要再那些给我搞东搞西的哦，啊，你们一直说你们的产能不足在延误，你奖金什么一大堆，我全部签禁令，你的奖金跟你的产能是挂钩，然后你不准回购股票，你不准给我发股利，你要干什么？给我盖生产线。我这一边投注这么多，我的重大的军工产业，我全部下令你们要增加生产线。生产线一生产下去，我的盟友的军购，我的国家的军方的需求，我全部在量能产生的时候，我全部加速。盟国跟自己的5倍的整个往上拉一个层级，那我还跟你讨论哦，俄国你第2啊，中国你第3，没意义啊。上官刚刚讲那样打消了一个念头，因为这几年大家都在讲那个所有的产能全部都已经爆棚，然后大家都在全世界都在吹着美国要捏，我就听到有朋友讲说，那就去买美国军火的股票啊。但如果上官刚刚讲不能发鼓励，那算了，那想想，可是今天媒体上报道好像美国军工产业的今天的股票是涨嘛，对不对 ？OK， 好，那这是另外一话。可是刚讲到那一段，你突然想到一个电视广告，师傅他们在争什么？他们在争第2，因为第1已经确定了。有很多时候听到的都是这个样。川普现在已经豪气到什么样子？你要不要遵守国际法？我需要。但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国际法，摆明了就是国际法是我说了算，对全球权力是不是有任何限制？我自己的道德准则，我自己的想法，只有这些才能阻止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OK？ 当然有很多人不认同这样的想法，但是国际社会拳头大，实力上面来讲的话，那有实力讲话，某种程度是这样。再换一个角度，大家就来讲的就是，对，那接下来呢 ？Who is the next？国际社会拳头大，实力上面来讲的话，那有实力讲话，某种程度是这样。再换一个角度，大家就来讲的就是，对，那接下来呢 ？Who is the next？ 大家都在问，哥伦比亚应该躲过了吧？因为哥伦比亚总统不是已经打电话聊过天了嘛？聊过天会不会比较好？但是眼下，先皇，现在是伊朗吗？然后对哈米来讲。现在不只是经济各方面一些的问题，然后有很多的城市都提起，从所谓的抗议，然后抗议已经到有些人用词叫起义，甚或大家知道以前他们是王朝是巴勒维，对，当巴勒维的王储已经直接出来透过镜头叫他们大家所有人起义的时候，哈米尼怎么办？对，这个我们给大家看哦，这个就是伊朗的这个王储啦，那他等于是巴勒维王朝的王储，那他等于是现在是流亡在海外，因为他已经被神权政府推翻一段时间了嘛，那所以呢，等于是他在拍片呼吁说，伊朗的这个军方跟警方要站出来，说这是加入民众的最后机会。那事情的严重性是在于说，伊朗31个省份里面已经有27个省份呢爆发大规模的示威跟抗议的活动了，所以你就想说，31个省份27个爆发，等于只剩4个没有而已，绝大多数国家里面的大部分人都很多地方都有参与，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现在大家观察指标已经从委内瑞拉转到这个伊朗去。那你说这整件事情重要性在哪边？重要性在于说，伊朗跟委内瑞拉呢都是中国供应油品的国家啦，而且跟中国的关系都很深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个动作呢，看起来不是只有单纯的针对委内瑞拉，也不是只有单纯的针对伊朗啦，看起来剑指在后面中国的意味很浓厚啦。那所以在讲之前呢，我还是要稍微再补充一下啦。就川普为什么说那个国际法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国际法？他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我说要补充一下？是因为这个日本现在新的总理是高市早苗嘛，他上任1-2个月了嘛。那高市早苗呢，之前他自己等于编纂了一本书，这次我去日本要把它买回来，叫《国立研究》。那这本书的序章第7章、第6章都是他自己写的。他写的里面特别提到哪几个部分呢？他特别提到说，现在国际上的安全议题的威胁来自于说那一些专制的国家，然后呢有强大权力的国家，有强大核武器的国家。
透过他的强大的这个核武力以及在联合国的否决权，然后去干预国际秩序，去破坏国际秩序跟国际法。所以他等于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川普讲出来说，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国际法，看起来他讲的也是要针对这些国家啦。所以你把这整个都在一起，就知道川普现在讲的话呢，不单纯是说像耍流氓一样讲这句话，他现在比较像是要流氓的口吻来对付流氓的做法哈。这个要先讲。那再来再讲说这个伊朗所发生的事情。那伊朗的事情要先讲的是说，伊朗在去年的时候呢，跟以色列之间爆发的12日战役啊，在去年6月13号到6月25号的时候，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以色列的出动自己从情报组织摩萨德为主，然后跟自己的这个军方的这个实力，然后去摧毁了伊朗许多的核设施、核装置，然后也摧毁他许多军事的基地。所以这一场打击我们这样讲，这场打击呢，为什么跟今天我们谈伊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是在于说伊朗呢，从过去的王权转到神权政府执政这么久的时间，它其实呢，这个跟中共所做的方式很像啊，一直不断告诉人民说，我们现在变得很强大，要欺负我们的都是这些西方的这些人的野心呐，都是这些欧美国家呢，他意图呢要伤害我们，所以我们要强大起来对付他们，所以我们的武装越来越强大。那这样子的一个在国民上面像打鸡血一样的事情呢，在去年被以色列的12日战役里面，等于是说被严重的摧毁殆尽呐。对民众来讲，我看到的状况是，这个国家好像面对外面的时候呢，人家真的要打你的时候，你也扛不住，不但扛不住。那你知道外面这一层这个塑造出来的敌人的形象被打破了之后，民众会回来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的生活过得好不好？我的生活过得好不好，就变成伊朗这次呢为什么事情很严重？那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我特别整理出来你看了就知道伊朗人这几年生活过得到底有多痛苦。这个全世界我们列出来最不值钱的货币排行榜里面，第一名是辛巴威然后第二名玻利瓦尔的这个是委内瑞拉的货币然后第三名就是伊朗的里亚尔所以等于说这前3名的国家有2个。都是这一次国际新闻事发事件的国家，委内瑞拉跟伊朗。那它的货币为什么是最不值钱？因为被这个美国制裁嘛，被经济制裁，然后呢，这个货币贬值的很严重，贬值的有多严重呢？我们给大家看这个伊朗这个也1个礼拜、2个礼拜前，12月29号。伊朗的央行总裁宣布他要下台，为什么他要下台呢？因为在他上任的那一年就2022年的时候呢，伊朗跟美元之间的这个汇率呢，是1美金可以换到43万里亚尔伊朗的货币叫里亚尔。然后结果呢，到现在他下台之后到现在呢，是1美金兑换150万里亚尔也就是本来2022年的时候，我举例啦，就1美金呢，我们假设1美金买1颗苹果，对不对？那当时对伊朗人来讲呢，他等于是43万里亚尔去买1颗苹果，对，但是过了几年过去，到现在2025年、2026年了，对伊朗人来讲，他要买1颗苹果呢，他要付出多3倍的价格啦，要变成150万里亚尔。那请想想看如果发生在台湾的话，你觉得台湾的民众会不会上街抗议？会这物价等于是直接翻好几倍上去所以对伊朗人来讲呢，生活的痛苦这个通货的膨胀之严重你知道伊朗呢，光是去年12月，因为今年我现在1月嘛，去年12月通货膨胀率飙高到52%我们台湾是控制在2%以内那你就想想52%的通货膨胀率是有多严重？所以对伊朗人来讲呢，这个生活上呢，这个等于说在外面塑造出来的假象的敌人被打破了之后呢，大家面对民生的时候，大家发现我们真的活得很痛苦。不但活得很痛苦，各位你要想一件事情伊朗本身是产油国那产油国的国家国内人民要买能源的时候，能源短缺，你有办法相信吗？产油国的国家自己要买能源，能源短缺，然后也面对到通货膨胀的状况，那你是伊朗人，你受得了吗？受不了。不但受不了你看过去在伊朗神权政府在带的时候呢，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这革命卫队呢，等于说在这个背后是神权，然后在主导国家军事，它是其中一支结果呢，国家的主要的关键资源跟设施呢，竟然是革命卫队在主导，后面有许多的贪污跟腐败在里面。也就是国家是产油国，我自己拿能源竟然也短缺，然后呢，你们搞到国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成这个样子，结果呢，国家还是有资源，结果都被你们拿走。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伊朗人当然受不了嘛。所以伊朗人爆发的状况是什么呢？是竟然是由他们的巴扎这个地方先开始。巴扎是什么意思？巴扎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伊朗的商人巴扎其实是市场只是说在伊朗的这边被当作是一个商人这些商人，比如说在做那些摊贩的啦，在做生意的这些市集的商人、市场的商人，大家先带头开始在反这个神权政府。那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各位要想说，做生意的人通常没事，大家就是以和为贵，做生意就没事不想惹事，大家能够平和保守就好了，国家经济有成长，一切都好说。所以通常就是国家上街头抗议最常看到的是
年轻人啦、大学生啦带头啦。那通常最激进的大概也就是年轻人带头的上街抗议活动啦。但伊朗这次不是，伊朗这次先发起的是这群巴杂，就是这群商人、这群市场的人，他先带头跳出来，他告诉你，你这样子货币贬值的状况，我们进口价格这么高，我们怎么做生意啦？然后石油在卖出去的国家啊，只有中国会买。请问一下，在这个情况下，国家经济是要怎么好啦？所以对伊朗的巴杂这个阶级来讲呢，你想想看哦。各城市都有、那包括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他们的巴杂大巴杂大市场里面也都参加这场大抗议活动哦。所以伊朗跟其他国家想的不太一样，是这一群人先跳出来了之后呢，年轻人跟大学生再跟着加进来，加进来了之后呢，伊朗马上面对到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啊，就是伊朗过去在镇压这一类的活动的时候呢，他选择一个方式，全部断网。让大家都没办法上网，没办法上网啊，你就没办法集结嘛。你大家抗争者之间呢要集结，要传讯息哦，我们到德黑兰的大市场集合，这件事你就没办法集结了嘛。结果呢，现在他们发现说，因为伊朗现在过生活真的有这个大家很辛苦啦，而且现在你要给他对他做断网的话，你会让原来伊朗已经很脆弱的民生基础更脆弱。所以等于说，伊朗第一时间在面对到这些抗议的时候呢，他没办法下重手，直接说就断网。结果呢，导致后面串联的越来越多，才会蔓延到27个省份去。所以伊朗现在最新的措施确实是要采用断网的方式，但是现在川普也跳进来插一脚哦。川普说，这个伊朗如果用这个暴力的方式、非和平的方式去镇压人民的话，美国一定会做出一些相对应的措施。这句话一讲完了之后呢，大家就会开始在想说。那美国要拿出来相对应的措施是什么？那美国会不会也采用军事行动进来？因为各位不要忘记了，美国对于之前呢这个跟亲伊朗的一些军事的组织是真的有斩首过人家的。如果你有印象的话，苏莱曼尼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美国是有斩首的哦。这是对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杜罗是活捉，但是那一个是用斩首的方式，所以等于说对伊朗来讲呢，这些事会不会发生？伊朗现在的军事相较于去年的12日战争那个之前那个时候呢，是更脆弱的哦。在更脆弱的情况之下，美国现在又川普直接放话，所以对伊朗的很多抗争人来讲，这是一个底气。所以呢，刚好我们就看到说，在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预测平台叫 Polling Market 里面呢，它刚好在预测啦，就伊朗现在呢，等于说它做了2个预测，让大家来下注说，你觉得伊朗呢接下去？政权在2027之前会不会崩溃？因为伊朗现在是神权政府嘛。那你知道这个为什么前面我们在讲巴杂这个商人阶级？商人阶级在当初伊朗人在推翻王室巴勒维王室的时候呢，他们是选择帮助神权宗教这一边去推翻王室哦，但他们现在是选择站出来对抗这个神权政府哦。所以等于说在这预测里面，你看他在预测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伊朗的政权现在的神权政府在2027之前会不会崩溃？现在看起来几率呢，大家在下注的几率是高到40%左右哦，也就是40%的这个几率呢，看起来呢，而且是直线拉上去哦，所以有可能我们录完影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在往上升哦，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伊朗现在最高领袖是何梅尼嘛，宗教最高领袖，那他下台的机会，你觉得在2026下台机会高不高？结果你看。这个数字预测数字呢，也是飙高到55%啦，所以飙高到55%，这数字也还在直线的向上，所以这也告诉你说，伊朗的危机呢也同步在往上，这个政权是有可能在今年呢是出现变天或是改变领导人的状况，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你看川普的大动作是从委内瑞拉，然后到我们讲这个在。针对伊朗这个地方，看起来都有那个影子在后面，所以这一系列大动作，前面一开始我记得创夏跟我提到一件事，对川普来讲，今年很重要。今年要从美国的国庆日7月4号开始呢，一连串要让美国人觉得说，从7月4号之后要让美国人觉得说，美国再度伟大的感觉要出来。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很简单，今年美国也是需要大选的，期中选举在今年的11月，所以呢，7月4号之前，这个川普要拿出一些大的措施跟手段出来，然后7月4号在美国国庆日开始之后，一连串的庆祝美国再度伟大，而这个实质上跟台湾会不会有影响？它军事上动作会有影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1.5兆美金哦，这个金额呢，还是激励美国的军工股涨上去了。不但涨上去，包括像无人机这些也很多跟着涨上去，但背后大家要看的是川普的，刚刚前面义父讲那一件事情最重要，川普要求这些军工商呢，你们产能该开出来要开出来，该交件要交件，不要再继续拖了，因为前几年就是拖太久，拖到你看连台湾的国会呢都对这件事很有意见。川普要求这些军工商呢，你们产能该开出来要开出来，该交件要交件，不要再继续拖了，因为前几年就是拖太久，拖到你看连台湾的国会呢都对这件事很有意见。所以川普现在讲的就是说，你们如果交不出产能的，无法如期交出来的，
股利不准你发，库藏股不准你买，然后那些对你们这些 CEO 经营层有好处的选择权这些，通通不准你用。所以你只有交出产能了，这些东西呢好处你才有机会拿得到，否则那你们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所以川普现在看起来对这个军火商啊、军工业的这个态度是变明确的。那这件事情在未来，我相信啊，它联动到台湾，应该也会在议题上面做许多联动跟讨论。OK，我不知道马斯克在未来伊朗这一仗里面会扮演什么样一些角色，因为最近媒体上面疯传的是，包括伊朗领袖哈米尼在讲了一些要激励他们自己人的话的时候，马斯克直接跟他对呛。那如果他们要采行断网或所有那些措施，不知道马斯克在这里面会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不知道。但是这些显然都是在美国整个算计里头。如果在川普整个算计来看的话，东豪，你刚才说希望比$10万更高嘛？是。好，来，我们再讨论一下格林兰，因为你再怎么讲，伊朗、委内瑞拉啦、俄罗斯登舰啦这些。他都是本来就跟美国是站在对立面的。好，有人叫什么邪恶轴心啦，管你叫什么那些词。这格陵兰不是吧？不是、丹麦不是吧？当然，大家明明是同一国的，大家都是北约的，是怎么样？要跟美国队长电影里面那是第3集还是第几集叫美国内战吗？大家是要这样整个北约内战打吗？搞得北约的像法国、英国、德国这些7大国直接跳出来要挺丹麦，直接发声明。讲的都已经很不客气，丹麦是说美军来格杀勿论，然后这7大国是说我们就直接力挺，大家要直接开干吗？所以才会变成用买的，所以才直接用买的方式哈。然后你再看这一切所有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啊，就是它都是重要航道。格陵兰就是北极海的那个航道。如果从中国如果从北极海到欧洲到美洲的话，走这一边会比经过那个巴拿马运河到大西洋来的快。它是直接跨过去嘛？其实你如果注意川普上来之后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动手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李嘉诚直接就很识相，我要卖掉，可是中国不同意。可是美国实质上已经控制，在此时此刻，美国实质上已经控制了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被拿回来？那不是一个合法的交易吗？你可以逼人家卖吗？就是逼你要卖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新闻，大概现在还没谈，但是刚刚有谈到黑鹰的那个事件，就是摩加迪休那次。这个索马利亚，这个跟美国的关系很紧张，可是呢，以色列呢却跟索马利兰本来是索马利亚的一部分，建交了。那个地方控制了什么？红海，控制了什么？是苏黎世运河，这又是一个动作。然后再过来，你再看有一个美军绝对不会放掉的地方，什么？台湾海峡，重要航道。美军不会美国不会把他的势力退出这个区域。那委内瑞拉有航道吗？没有。可是它是中国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格陵兰也是航道，还有什么稀土？好，所以格陵兰人口不多，又在北极圈5万多，5万7，但是它有战略位置。所以你看，川普整个回来的时候，在控制哪些地方战略位置的地方。那刚才讲到伊朗跟我认为它最特别的地方，它最大的石油买家都是中国。然后还有它的经济都出问题，他们都被美国经济制裁，所以他们两边的经济都崩溃。那经济崩溃是现在吗？不是。可在同一个时间都出事。就你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这只看不见的手刚好围到谁？核心都是北京。那你说要去打北京吗？不需要。你少了伊朗，少了那个委内瑞拉，你知道中国在这2个地方投资很大。那格陵兰如果是要占领，还是买过来，还是我控制格陵兰，都可以。川普有这一块是商人。他要去跟北约打仗吗？当然不是。但是他是不是个霸权？是不是个强权？是。那不能打的是，我用买的可不可以？所以这个后面还有的扯。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川普，你不要去怀疑川普的，他要控制格陵兰。控制格陵兰又是威胁到谁？
中国跟俄罗斯，主要对象还是这2个国家。那回过来，你再看整个局势的改变的时候，它就是赤裸裸的霸权政治。然后这赤裸裸的霸权政治里面，你如果去看到中国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更清晰的概念，就是中国不会成为亚洲霸权，它无法取代美国。然后呢，俄罗斯也不敢跟川普对打，所以有人挂了俄罗斯国旗又怎么样？不能动。所以这整个这是美国的一个大战略了。那后续会怎么发展？也许我们在今年会看到更多让你觉得惊讶的事情。那从石油、从战略位置这些重要的航道，你就看到被川普跟他的团队有计划的一个一个抓在手上。那这一个网络，你已经看到它浮现了。后面再过来要观察的是，中国怎么应对？这是一个大的战略的一个 game， 还在发展当中。但小平，有很多人讲说，现在川普等于把整个美国推上最巅峰的那个时候的感觉，大家要选边站。等于川普是告诉所有的人，大家没有什么好模糊的一个空间，是这样吗？尤其对我们来讲，我们每次大家都在讨论说，那我们到底在老共跟美国之间，大家要怎么样？是选边还是选那个比例上可以怎么样？那对国民党的政策来讲的话，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因为连中共不是这几天没讲，中共国师那个李毅除了呼自己巴掌以外，呼完以后，然后这2天新闻都被带走不见了。这有这么严重吗？到这种地步？可是川普这所有的一系列，显然对全世界来讲，确实有很大一些政治的作用。当然了，就是先谴责一下习近平哦，人家国师李博义刚生女儿啊，李毅，好不好？开玩笑，好，李毅就被抓打自己耳光干嘛哈？李毅就说：“看你习近平真没用，人家从华盛顿到委内瑞拉3000公里，3000公里。”对。从那个佛罗里达要1800，对，回答最近的那个角，你才隔100多公里都搞不定，抓不了赖清德，你知道？就笑他。那后来当然打自己耳光，但也是除了笑他认为他也想抓，他国师嘛，他统派国师，武统派，他当然希望就把活捉赖清德就成功了，这武统的诉求嘛，做不到啊，就觉得他没用嘛，他也自责嘛，那也笑。好，今天川普是不是比拜登强？没有。经济更坏了，不然他不会弄那么高的关税。但他强在哪里？强在他的个性啊！世界警察变成世界流氓啊！你知道吗？你们都是那些什么天道盟什么，他竹联帮他最大，你知道那个太大的帮派。你一定要这样举例，对，大帮派好，人家也是青红帮了，对，已经不是那么小的，这是青红帮了。那天道再给你一次机会重讲，大家都很好，给我一次机会，大家都很强哈。然后四海的也会抗议啊。再拉回来哈，我是比喻啦，就是就大帮派对小帮派了哈。川普铁拳出来以后，世界的秩序重整。你看，从拜登开，拜登还遮遮掩掩哦。拜登从货币战啊，然后贸易战，现在正在打，到意识形态的战争，一切无坚不摧，就是意识形态的战争。他要把你中俄北韩重新关回铁幕。这才柏林围墙之后，对不对哈？他目的是这个东西嘛。可是他显然他做到了第一步了，因为他这一步委任他做完以后。俄罗斯船舰被登不讲话，老共更妙，老共中间还发生一件事，美国的一个媒体，老美也真的是，那个记者就直接问，请问一下，那委任他这件事情，你们后面到底要怎么办呢？您到底，老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各位你知道50几秒有多长吗？是57秒没有回话，然后再找资料，很尴尬。对，因为内参没有这一条，对，他总要回，你知道那个时间长到，对，现在就变成，如果你讲他要把他们重新关回铁幕，对啊，最起码他第一招看起来他是达到这个目的了。是啊，因为他的个性下去，因为美国够强大，美国的基础建设跟老共比是一塌糊涂，输太多了。老共的高铁的长度超过全世界，但美国的尖端科技跟军工赢太多了，这没有办法打不过，你知道吗？老共差太多。
老共差太多。那他就用他的最大优势，先不谈他的经济情况的都不谈的内政的东西。所以现在因为台湾问题就是军事嘛，那现在你做民调，你信不信啊？认为说老共会不会在2027武力犯台？我看一定大幅下，一定那种会武力犯台一定很少。以前可能50几比30几，现在可能60几比20几，然后比例会拉开，就太强了。老美好，再拉回来，然后习近平怕不怕？也会怕，怎么不怕？今天赖清德，习近平恐吓赖清德，恐吓这个内政部长哈，这个一边一国的言论，恐吓教育部长一边一国的言论，然后那习近平怕什么？他也怕被斩首啊。你知道，可他现在没那么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先收拾掉了，先把那个搞死了，李克强，先把团派头搞死。你现在这有2个白雪公主，你知道，一个叫习近平，叫太子党。一个叫团派，李克郑丽文哦，不是，李克强的声望是高过这个习近平哦。那如果假设啦，川普抓起来或斩首了习近平，李克强是马上可以接手啊，稳定政局。但这个没了，他知道这个一定要杀掉啊，这个不在以后都是7个小矮人，没有一个扶得住，所以川普也不想到最后搞得你们全天下大乱。但这是个极致的动作，可现在这个极致动作比较不会发生，因为李克强不在了，没有另外一个白雪公主能够稳定老共的政局哈，这是习近平的担忧，就川普的铁拳。那国民党呢？好，国民党应该这样，国民党审时度势，然后好，所谓的审时度势啊，我刚才眼神都跟东豪交换，就是大家认为老共武力犯台几率下降了，我们就可以往中间走一点。我举例说。郑丽文，好，郑丽文大家会谈到郑丽文要不要去大陆访问干嘛，对不对？好，郑丽文他讲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感动啊。好，在他的立场比较和中的立场，那叫讲出互不隶属。如果郑丽文讲出互不隶属，你看老共没有反应哦。如果别人讲就震怒了，他的国台办对不对？他互不隶属，表示他们还是欣赏郑丽文的。也是至少是，我以为现在是国民党里面党主席和那个各县市互不隶属，然后互不隶属还要不要见他？从郑丽文嘴巴讲出互不隶属，那你今天习近平当然萧旭晨见国台办，萧旭晨见王沪宁，这个国共论坛的恢复，这个是小 case，大 case 是互不隶属后面有一句话，同属一中。对啊，不是嘛？同属一中，一中就是宪法，到宪法层次还挑剔国民党干嘛呢？挑剔郑丽文干嘛呢？对不对？同属一中，一中再来解释嘛，再来挥嘛，这叫做9·2共识嘛，对不对？你说好歹他喊了互不隶属的意思，这个什么叫互不隶属？就是你的那个。甚至主权跟治权你管不到我，就是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才叫互不隶属啊。如果你的主权治权给予我，那就是互相。那喊完以后还会有政协会吗？我觉得会增加难度。那如果还要见他的话，表示老共也在调整。这句话就很重要哦。国民党里面今天媒体上有一个新闻讲说，国民党里面人讲说，哪来的自信会觉得说一定会有政协会？因为政协会应该不是我们这边的人说了算。他们应该是习近平这边说了算，他们说了算。所以到底这是媒体上面这篇报道，所以你们会寄望有政协会吗？因为国共论坛如果在过完年，然后2月过完年，然后3月如果有政协会，4月是川协会，啊，这能够排得这么顺吗？他就是有人说，但这个吴子嘉也在他的那个直播里面讲说，2026投票前，但吴子嘉是预测不好选嘛，因为。宜兰啊，跟嘉义市了然后现在如果柯文哲这个是跟柯文哲也有关系，你知道吗？有没有政协会？因为新北现在岌岌可危，如果黄国昌选到底，现在平手，他不选到我们赢10%赢苏巧慧，那新北的成败是不是系乎柯文哲？是不是叫黄国昌当擀面棍给我们选到底，把我们阿川博弄死？就关系到国内的大战略，也关系到。政协会，他看你国民党的是选的怎样？2026，那是要2026之前呢？如果他退的话，政协会可能性就大。那如果他都没退，就选到底哦，就搞那10几%，一直撑在那边，然后就让苏小慧一直追赶，或者现在已经平手，甚至超越的时候，然后习近平也会看啊，那你这个稳不稳啊？你知道就新北市啊，那这个是个大局跟大牌，这个很重要。对国民党现在的政策来讲的话，在美中之间，现在要采取什么态度？这应该
这个态势是一件事。现任的面对现实，主席就是郑丽文。郑丽文如果从互不隶属往一中各表有一点移动的话，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方向，蛮好的方向。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国民党的所有两岸之间的政策，以民进党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们会怎么样看待国民党现在，包括郑主席所有的相关一些言论啦，所有的这些？因为全世界在川普现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之下，好了，那像有人讲，像南韩的李在明，他感觉上不太一样，他跟习近平聊一聊，感觉上是把我们端在台面上面拿去聊的那种感觉。但是全世界刚讲，当川普在委内瑞拉秀了一手以后，这整个态势是不是都改变了？其实川普某部分也在证明他的军事实力。当然，那当然前一段时间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针对经济的部分我说了算。那现在又感觉起来，他退出了66个联合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组织。我不要出钱，go做公大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们独裁国家说了算。所以习近平某部分已经在世界警察了，不做了，我不要花钱。所以原则上想法不一样，所以原则上这个部分让我感觉到，习近平在这样子做的情况下，我们跟美国之间的立场，我们从头到尾就支持美国啊。所以我们执政党的立场就是支持美国，他愿意卖给我们防卫性武器，愿意来帮助我们不受其他人的一个欺负，我觉得这是好事。那你已在说国民党现在的立场，我应该是讲国民党的立场，我们的质疑包含洪建义现在质疑啊，你到底拿了什么伴手礼要跟人家谈？习近平跟你郑丽文谈什么啊？有什么好谈？今天不就是又投票又没过了吗？不是59比50吗？今天第6度封杀了，包括总预算跟国防特别预算。这是不是就是让我民众全国的民众从之前50几%希望我们预算复委，现在已经变60几%了？那也就是这个事情在我们国内的效益，就是看起来你郑丽文，你到底是要拿国防去跟习近平谈吗？所以民进党的立场也就是你去谈，你拿我们去做筹码。那你讲回来，如果说你跟中共之间的一个讨论，而要牺牲全国的民众的话，我们本来就主权独立啊，两国本来就不隶属的，我们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啊。所以现在的情况下，除了川普他本身让第2名、第3名你看不到我的车尾灯，你根本就看不丢嘛，你怎么跑？我反正就是我在这边等你，你永远都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的立场跟中国大陆之间彼此之间，我倒还是要劝中国国民党，拜托你，预算军购的预算先让它复委下去做讨论，这才是现在要做的。你讲到韩国，等一下，你刚才直接问的那个问题，小平姐，你要不要直接跟建议对口一下？他直接说，好，你们是拿我们的国防当伴手礼吗？你知道我们国民党两难在哪里吗？国民党现在整个执政当然比较深蓝嘛。所以任何的民调出来，就是叫什么父子骑驴。你看，我举例说，现在当然总预算的复委从50几%希望复委变成60几%了。是。那以前50几%的时候，就每一个法案呢，就是老百姓呢是很多中间选民，对不对？好，那为什么叫父子骑驴？国民党比较难来做，就是我的基本盘抓住30几%，就一个民调我赞成这个公共政策30几%。那里面有70%国民党赞成，有50%的民众党赞成，就建构30几%，但中间选民全反对，然后反对这个政策的话就50几，那所以变成你要去拥抱中间，你怕基本盘跑，你拥抱基本盘，你就是不到一半。上攻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基本盘怎么可能会跑掉？对，基本盘不会赢嘛，跑掉，因为选举是基本盘丢掉一跌，中间大步迈进，得到51%，打败民进党，对吧？2026或是2028嘛，哈。那现在就变成舍不得放这一块，基本盘舍不得放，你知道，所以就变成现在，哎呦，放了会怎样？那我一直在节目上讲第3次，就是说，这一郑丽文的深蓝的能力，哈，他基本盘是坚若磐石，是嘛？可以试图在两岸跟总预算、跟第6度的这个复委，就是买1.25兆的那个台湾之盾的这个，可以放一些。往中间大步迈进，不是现在已经，我是建议而已，这是今天蓝白联手第2度封杀国防特别条例。刚才建议是直接把这个帽子扣下来，是说你们是拿我们的国防拿去当伴手礼，建议是直接把这个跟包括要不要正旗威这些都直接把它变成伴手礼。这个帽子一扣下来，你们也不再讨论一下吗？而且
这个祸起萧墙，我讲谁？或就是柯文哲蓝白是一块，你再那么这样搞他去夜奔敌营他巴西做好人，如果巴西做好人，对啊，万一柯文哲就满脸豆花，他也会看民意的压力锅一直升高嘛。然后我再讲一句就好了，就是他丢出一个绿色的立委，他的那个陈昭基就他别人都要下，就他不下，他递出橄榄枝的对绿。那请问你投名状是什么？就巴西通过总预算复委跟那个1.25兆复委，那你国民党如何自处？这是大家党团要想清楚的。我应该是讲说，国民党其实我直接这样讲，我也就说真的，我也想要替国民党想一些理由，为什么政协要会？那你国共论坛之间恢复，当然是你们之间期待的一件事情。那我应该是讲说，习近平跟郑丽文要所谓的见面政协会，你总要让习近平认为，因为政协会要不要是习近平说了算习近平总要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见面？小平，我为什么要跟你讲？原来小平你在帮我，让我感受到你真的有挺我。那换个角度，郑丽文现在要跟习近平碰面，你不要说我扣，我个人认为你们国民党根本拿不出什么东西给习近平，唯独党军购嘛。1.25兆让他复委的话，那见习近平机会当然会是下降的。所以这个也是间接的不否认，原则上这就是伴手礼。那相较之下，你说韩国的李在明最近去北京玩了，又去所谓的跟习近平碰面等等，拿着所谓的华为手机自拍，这某部分小米手机自拍，因为上一个拿华为的，对，上次拿华为抓进去了小米他这样是讽刺他是老鼠嘛？老鼠爱大米小米对不起小米不是大米。你最好继续讲反正习会快破局了，自重一下好不好？我们5个我们都3亿的提醒，我们没有恐吓。所以李在明现在的情况下，代表他在外交手腕真的有够软，但前提他到底拿了什么让中国大陆习近平喜欢，而且跟他所谓的四不要四不要，很简单的，习近平有习近平的要的东西，李在明有李在明要就很简单，你让我们的韩国的人可以去中国大陆开演唱会，然后呢，你让我们你所谓的禁中令完全解除。对不对？那甚至于你观光到韩国的人可以变3倍、5倍、10倍、7倍的成长，这是李在明要的。重点，他也是想要告诉北韩，我现在跟中国你的老大哥不错，那等等的问题。那当然，习近平也讲得很清楚啊，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李在明，第一，你要承认一中原则，然后第二个，你要美国工业的合作不能用在印太地区，第三个提供中程飞弹不能设置在你韩国。第四个，你驻韩国的28000名的美国大兵，现在不能扩大任务，这是习近平要的。可是我为什么说李在明厉害？是厉害在这，他间接要的他的一个所谓的禁中条款，那个禁韩条款。然后第二个，他又可以展现出来让北韩了解。更好笑的是这一张，你看看这一份。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所谓的网红动漫，叫波露露的2只企鹅。大家看不懂韩文，我也看不懂。我没有学过韩文。他这个的意思就很清楚的了解起来的时候，是他希望透由这一张，一个叫做俗称坡正恩跟坡在明这样搭企鹅搭肩的这种意思，就是要希望北韩重启谈判呐。反之，郑丽文，你告诉我，你到底拿了什么东西给中国大陆？那我不知道，上公就很简单嘛，真的会变成说要拿伴手礼这样吗？因为国民党历任的党主席其实都有很多希望能够跟对岸党主席大家能够见面，两岸之间能不能春暖花开？就算执政党不行，国民党一直说在野党还是可以扮演两岸之间沟通的角色。但是在眼下这个时候，当把政协会纳进来，当国防预算刚讲到国防特别条例这些被挡这所有一切的环境，现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但是很高调的说，包括国共论坛，包括政协会这些，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到底对未来的选战到底好处在哪？我觉得好处在哪？
我想不出来，我只能想到坏处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大家都在想说，政协议会决定权在习近平手上。好，那我们就试想一下，习近平为什么要见郑丽文？为什么他要见郑丽文？第一个，郑丽文在两岸的想法是什么？他在主权的价值是什么？他在两岸里面是什么？如果郑丽文的主张是华独或台独，请问你会不会见？吴敦义就是个例子啊。吴敦义就被界定为华独，所以一直不让他去中国。那郑丽文不管怎么说。9·2共识不是一中各表，不是一国两制，是两岸同属一中，这他说过的话，这他说过的话嘛。那他的思维去击败吴石是中国的劣势，在台湾说他是共谍，就是说他的作为第一步在价值跟思维立场上符不符合中国的立场？我相信中国应该会认为符合吧。bingo， 好。第二个，那就看作为嘛。那作为就不是郑丽文一个人，他就看整体国民党了。你们不要欺负我们陆配，你们怎么样？好，陆配身份证6年改4年。有人提案，来台湾继承遗产不再受200万限制。然后，我修国基法啊，以后你们来这边10年以后，如果参选当选，可以不用放弃国籍。然后，我修国基法啊，以后你们来这边10年以后，如果参选当选，可以不用放弃国籍。然后说。这一些在中国怎么解读？在中国看来是怎么解读？你们都提了，那进一步看你们怎么做。投资，我们有离岛建设条例，我们要成立贸易示范区啊，你们中国可以进来，你的法人资金什么，我们定条件，你就可以进来。在两岸里面。中国也曾经很在乎他们来台湾的投资等等。那你说符不符合？符不符合？海马斯，我们以海马斯为目标，攻击立即发射军演的时候，海警接下来说，你们海马斯用商船运输的话，我们不排除拦截，甚至于使用武力。82套。420颗陆军战术飞弹打300公里，1203一般火箭弹，刚好在1.25兆特别条例里面，全部中国不要，台湾在挡。你认为中国去怎么看待这件事？看待这件事嘛，你的作为符不符合中国的看法？符不符合中国领导阶层对你的看法？我不要说伴手礼，就是说你的作为符不符合他们的看法嘛？那我相信，我军演的时候已经告诉你，我不要海马斯嘛。那海马斯82套编在1.25嘛，你们真的在挡嘛？然后我已经告诉你，我不要了。那如果你们放的话，让他过的话，那是违背我意志嘛，我已经很明白，我透过演习海警告诉你了嘛，那你国民党怎么做嘛？所以它是一个所有你的立场、你的两岸的价值、你后续的作为，尤其是在立法院的作为，符不符合中国的期待？那现在看来，好像整个情境都符合。小平要不要回应一下上公？就你们做的。跟中国的期待会是相符合的吗？你完全符合政治就是七三开。你完全符合老共的要求的话，你在2000
1980万公民的选举不会赢，好不好？那你今天你完全跟他决绝，靠向美国，就回到现在一边一国这种，就是现在一个战争边缘的窘境。所以那刚好现在不管是国民党现在比较深蓝，然后赖清德是有史以来最毒的中华民国总统，民进党籍，蔡英文温和一点，所以那两边互相飙车，会让台湾比较不安全。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国民党往中间走，讲一中各表的话，如果那他就必须往中间走，两边都往中间走，台湾比较安全，大家同意吧？两边现在往右跟左飙车，台湾是比较危险，而且让中间，举例说，现在国民党的经济蓝、知识蓝叫战斗蓝，这些中华民国蓝比较弱，深蓝比较强，我讲右翼，那左翼现在中华民国是在台湾，民进党里面好不容易从经营的2020的总统选举拉回来的100-200万票，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些年轻票，如今安在哉？可是对你们来讲，上公眼中，他觉得你们的作为如果跟老共被讲成跟老共的期待是很近甚或是一样的话，那未来2026你们也很2028，老共讲不是说你不符合我的期待，我们还是要谈，谈是为了和平。国共论坛不可能不见面。请问你，我们有70%的台湾老百姓是不喜欢老共当局，却有70%的民意说还是要谈。那现在为什么那赖清德误判形势说啊，70%讨厌习近平，不用谈啦。对不起，你讲一边一国还是少数。我跟你讲，就你还是连任遇到重大的困难。特别还有一个重大因素，我一定要补这句，就是大家谈这个整个政坛的轴线。请问你，年轻人以前是台独或独台？当初没有投给韩国瑜，而投给蔡英文那些年轻人，这些人很多现在投给了柯文哲，这些人为什么不讲台独啦？这些人为什么不投民进党了？民进党年轻票没有增加，那今天讲两岸一家亲，他们心里不舒服，他还是支持柯文哲。总之，这些人就是不支持民进党，你知道这个为什么啊？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2026，特别是2028，包含川普的这个对台湾的种种大家的压迫等等，这是加起来谈的，这是200-300万这游离票，现在年轻人不投民进党，这是最大的一个现象的展示。现在看起来的话，国内政治的氛围或是现在的主流思维，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好，那今天有一个这则新闻，馆长那时候不是直播讲了，就是讲说要把点名要把总统啊什么狗头斩下来，类似这些。然后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相关言辞构成恐吓公众及恐吓危害安全，提起公诉。好，这是整体国内的氛围，这些来看起来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刚讲到说，不管政协会或什么，小平刚才也提到，小平一直把柯文哲拉进来，也就是说，蓝白如果要是因为今天第6度封杀嘛，那是因为蓝白加起来今天是59-50。那如果白银的动向不是这么铁板一块就跟着蓝银的话，刚讲搞不好国民党会当成伴手礼，然后这2个条例，然后对那个柯文哲如果拿来当个伴手礼，跟绿营之间大家做合作，这未来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吗？讲可能当然要，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可能的几率大不大？目前来讲不会。不至于，活化石再讲一下。目前来讲，我觉得还不至于，因为你先讲下柯文哲最近几次发言嘛，那其中一个是把黄国昌的事情特别拿出来讲，这样把黄国昌当做条件之一啊，就你不要搞黄国昌，不要办黄国昌，要焦土，那如果黄国昌真的是可以当做条件谈，那表示赖清德的手会伸进去了，司法。赖清德扛得住这个帽子吗？所以这个阶段还没得谈。这个阶段还没得谈。那在看黄国昌的同时，当然不是只看黄国昌，就会看到后面有个潜台词叫柯文哲的案子。那黄国昌你都可以放了，那我呢？好，所以这个是这个蓝绿白里面，绿这边会被卡死的一个关键。那除非你要看到新的案例，就你要有新的案例之后，才能看那个可能性。我当然不会讲绝对没有，但是这个现在这个阶段，眼前这个阶段，可是柯文哲为什么他的灵活度，包括上个礼拜，也是上礼拜五，上礼拜五去跟老柯嘛，我们都在讲说关了门，2个人15分钟会面，然后所有这些，这个礼拜，其实今天
然后今天是跟韩国瑜，然后2个人要碰面，中间插了一个有一段新闻插花是王世坚委员还出来发一个新闻讲说，你们大家都说什么他要进去跟他们官媒一起谈，后来听说是韩国瑜，他说是韩国瑜邀他嘛，王源叫他来了，就他火大，他不去了。对，那你看柯文哲他就在这两边，可是对蓝营来讲，像昨天张议员在节目现场的时候，那思刚就讲说，上个礼拜当柯文哲跟老柯建明碰面的时候。服务处接到很多电话，你们服务处有没有接到电话？被骂惨了，很多人你看，骂柯文哲骂，不要再蓝白合了。你看很多深蓝都很紧张，对啊，是啊，很紧张啊。但是为什么会紧张？因为国民党没有年轻选票，几乎没有。民进党不是没有年轻选票，但是民进党的年轻选票的趴数不如柯文哲。如果要讲年轻选票，柯文哲第一名啦，对，民进党第2名啦，国民党惨到快没有，第1名、所以第2名的差距，所以国民党讲军事吗？你们是？所以国民党为什么看到柯文哲硬不起来？因为国民党叫没有，你没有需要，你没有就完全要靠老的那一批啊。是国民党为什么看到柯文哲的时候脊椎骨很难？为什么国民党很怕？就是这个原因嘛。反过来看，台湾人为什么会不信任郑丽文？不是你讲一句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不隶属就可以解决的嘛？就你对郑丽文，因为郑丽文是党主席啊，他的代表性，你对他的疑虑不是那一句话可以解决的。好，柯文哲是不是很善变？当然很善变呢。可是柯文哲现在有个问题啊，见完老柯之后，隔天上个礼拜5也没过啊。对啊。然后他们刘淑彬还出席了程序委员会啊。为什么？因为赖清你找柯建铭没有用啊。一切的恋爱是把那个陈昭姿留下来之后，绿白恋爱。你在对陈昭姿这事情的期望太深，一个陈昭姿能够改变那么多，想太多了。是橄榄枝啦，不想太多。陈昭姿无法处理赖清德那边，柯建铭可能还可以堆叠善意。跟柯建铭间的那15分钟。柯建铭至少每个礼拜3固定跟赖清德碰面，可是见完面之后，那个礼拜5刘淑彬就跑出来了，表示什么？如果他要透过柯文哲，是透过柯建铭去找赖清德，表示那没有回应，没有回应，当然就回来守既有立场嘛。就柯建铭为什么要见柯建铭？跟柯建铭需要谈代理孕母。那我们受伤很重啊！你去倒追人家，如果你在绿的不理他，那回头又找我们，那我们不是受伤了吗？问题你们有求于人啊！是，你们就是爱他，对，离不开他，因为你没有那一块，柯文哲有的那一块刚好是国民党没有的，所以国民党才会紧张嘛。那在年轻选票40岁以下的选票，基本上还是蓝白竞争关系。那当然，这个竞争关系最后会怎么样？现在没有投票，都只能靠民调的数据做参考。好，可是回过来这个核心啦，那个才1月上旬上旬而已。柯文哲的变化球还有的看呢，永远聊不完，而且还早嘞，我觉得。而且光是一个新北，对，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李四川还有的被整啊，这个跟最后的输赢我不晓得。但是柯文哲就是一路玩。你的意思说，最起码不会让黄国昌太早就宣布说这一局就直接让给那么讲好，黄国昌很清楚，他就是柯文哲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是啊，他的自主空间有限，他没有那么复杂。就像你看到陈昭姿就跟你讲，我没有签2年逃课，我签的是那个代理孕母的事情。所以第一时间很多人炸锅，林国成、麦他们都跑出来了。今天全部林国成马上改口，为什么？是柯文哲决定的啦。那柯文哲会怎么决定？永远大家在猜，他永远摆来摆去。但上下，如果像刚刚东豪讲，那今天林国成也改口或什么，那当初就早一点跟他们说。那个陈昭姿这件事情是这样子，你们大家不要到时候出来东放一个炮，西放一个炮，这个什么那个不及格的留下来，这个什么怎么样留下来以后法案就过。
不及格本来就要延毕啊，也所以他没错啊，是延毕吗？他是延毕啊，那就每个人法案都不要过啊，每个人都因为只有陈昭基讲他的 KPI 是那个代理孕母啊，对啊，所以其他人当年没有，其他人当年直接签2年条款，所以 KPI 不一样。可是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出的，所以有很多人是用内讧2个字来形容啊，内讧不起来，而是正这样子说，然后我就谁同意，谁反对，就是像梁家辉一样，反对的拖出去，反对无效，谁同意谁反对。其实柯文哲在展现就是这个嘛，当初的时候讲8年条款、2年条款，8个人都有，以为大家都签了嘛，以为大家都签了嘛，结果正兴有自己的决断，所以柯文哲就是在展现，就是他才是真正的决断者。正怎么决定，你们不知道。那现在黄国昌到底有没有很希望？所以就讲过说有人去跟柯文哲谈啊，那当然没讲到是黄国昌，但是大家都觉得是黄国昌嘛。不要，这个制度定了，难道不当立委就不能做什么事了吗？对不对？这也是柯文哲讲的。可是现在呢，陈昭是这个，对，不当立委就不能让他过，所以一定要当，一定要当，我来决定。所以柯文哲其实是在展现的就是民众党里面，所以像林国成嘛，今天想一想，哎呦，柯文哲决定的。所以其实他就是在民众党这个圈子里面继续巩固住。他的决定才是一切。还有烟太子弹，林真宇还要选。对，重点是在这。对啊，所以其实有人质在手。所以柯文哲就是在民众党这边给你玩透了。然后对于国民党，他也是看透了国民党嘛，就是一样嘛，就是你国民党没用嘛。所以你们怕我嘛，然后怕我之后，他现在呢那一天。带着陈昭之去，但是跟柯建铭要谈那个代理孕母，但是陈昭之在外面，不用进去是什么？他其实也是做一个民进党心里也喵喵的啊，被撩到了啊，是不是有可能绿白合？有这个机会，民进党也被撩到了啊，所以民进党，所以柯文哲现在就是他就完完全全在玩，他是一个中间里面可以左右逢源的人，他也是跟那一个整个李在明一样，在希望。我这边呢，经济靠中国，国防靠美国，所以柯文哲就是在玩这个中间的这个数，而要玩这个其实就是各有恐惧。像其实刚刚你念的那个李在明那4个，其实很多人都看出来是中国恐惧。为什么恐惧？因为南韩现在跟美国在做什么？所谓的工业合作是什么？船舰。就是你的那些军舰不要过来，要在美国干。对，那上次的禁韩令是为了什么？萨德系统。萨德系统还是防御哦。提丰是什么？提丰是可以打到北京和天津的。你不要给我摆在这边。你那个全美国在海外最大的陆军，因为那个美军驻韩司令都讲说，台湾也是他的权利，他的那个应该要处理的责任范围。你不要让那个韩军出来。所以为什么李在明可以左右逢源？但是为什么川普呢没讲话？因为现在费城的韩华的那个军舰正在做啊，美国的工业能力现在就是真的不行啊，所以柯文哲其实就是抓到了，也是一个现实主义面的核心，他知道他的位置，而且对方都害怕他，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现实主义，就是利益优先。至于道德感，你们讲那么多道德干什么？道德感归零，只要得到利益就好。这个陈昭事委员谈的时候，再去找他来邀请他来参加这个不分区立委的时候，他有跟我谈到他毕生有个心愿呢，就是推动这个代理孕母。我有跟他承诺说，我们把这个列为民众党的这个优先法案，会优先推动，而且但是跟他讲说，一定让你完成这个法案在你任内可以完成这个法案。所以，他民众党有2年条款，但是我有答应陈昭之说。要让他完成这个法案。现实主义就是利益优先，至于道德感，你们讲那么多道德干什么？道德感归零，只要得到利益就好。亲王那个时候曾经在柯文哲当市长任内，那时候当过廉政委员，对不对？对。所以有一些案子，那时候你也调查过这些。我不知道，所以你对以你对柯文哲的了解，他现在玩的这所有这些策略，他最大的想法，他希望获得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哦，柯文哲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啦，特别是在柯文哲2019年成立民众党那一年呐，就那一年哈，就是有民众党的人跟我私下在聊天的时候，说他们内部有人就是开玩笑在讲，他们最大的策略是什么呢？因为游走在蓝绿之间，这是一种说法嘛。那比他们讲的这个更顺口溜一点讲法，叫做骗骗蓝也骗骗绿啦。意思就是呢，就我讲讲蓝军想听的话，然后从蓝军这边瓜分一些票过来，我讲讲绿军想要听的话，然后从绿的这边再挖一块版图过来。所以呢，他们开玩笑说这个策略呢叫骗骗蓝或者骗骗绿啦。那如果觉得骗不好，就这个字不好听的话，你用拐这个字可能也可以啦。拐好听一点嘛，可能比骗好一点啊。拐比骗还好。说尊重一点民进党。所以这就是你可以看到柯文哲的策略其实就很一致嘛。就是你看啊，我举具体的例子来讲，这个柯文哲你看啊，这个他站在批判民进党的角度，在骂蔡英文的角度，在那个时候，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蓝军的选票可以支持他嘛。可是你看到他希望争取这个绿军选票的时候，他会干嘛？他在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他在给你搞所谓的道路证明啦，这建议应该有印象啦。他那时候在搞道路证明的时候说，这些路呢不可以一直用中国的地名啦，要回到台湾自己应该要有的地名啦。柯文哲也做道路证明运动啊。那这种道路证明，其实坦白说，这过去你是这个证明制宪派的这些独派的人，他想要听的话跟想要听的事情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柯文哲的做法呢，就是讲蓝军要听的，讲绿军要听的，然后希望两边就各抓一部分进来，只要抓进来的盘越多，他的筹码就越多嘛。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在看柯文哲的策略的时候，其实很一致啦。所以他在对蓝军的部分讲的多，跟对绿军的部分讲多少，大概都有他的考量。所以看现在柯文哲在做什么，柯文哲一定知道黄国昌跟国民党高度绑在一起的状况，对他来讲绝对不是最有利的状况。因为你高度绑在一起之后，你没有弹性了嘛。是啊，高度绑在一起之后呢，你就是大蓝跟小蓝嘛。你过去讲说你是白在哪里？你现在就是大蓝跟小蓝而已啊。那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讲，现在也一定知道说，民众党现在在黄国昌带领之下，民调大概就是维持没有他当初这个总统大选时候2成的那个盘啊，他现在就是1成8%一成左右这个盘而已。所以对他来讲，他要扩大他的筹码，增加他的支持的话，他势必还要回到他所谓的蓝绿两边游走的状况。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几天在讨论陈昭姿的时候，这个其实我很早就一直在跟他打赌说，我觉得陈昭姿这个2年条款这件事情一定不会绑到陈昭姿。为什么？因为在现有的这个民众党的不分区名单里面，你真的能够拿出来就是在绿营这边游走可以有个神主牌作用的人不多啦。你硬要讲的话，许忠信可能算其中一个，毕竟他当过台联的这个那个不分区立委嘛。但是许忠信因为毕竟他这个，我觉得现在一般人对他不是很认识啦，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看陈昭姿的意向是比较强的。那我再讲个更具体的，你看这个是陈昭姿的先生他发在自己的脸书上面的。那他讲什么呢？这个是去年12月8号的时候，陈昭姿的先生发的这个脸书那他发的脸书叫做什么呢？他说他在批判民进党的论述很奇怪。如果国号叫做中华民国的话，那不就是中国人吗？他说只有改国号为台湾国才能够叫做台湾人，所以他说这个要民进党这个要有勇气修宪改国号当台湾国，才能符合全世界的统一标准。这个讲话的内容就是标准的证明制宪的独派讲话的方式啦。所以呢，你从陈昭姿的先生讲的话跟陈昭姿的这个态度就可以知道，对柯文哲来讲，这就是一个维持他在对绿军这一边呢，可以让有一部分的这过去偏绿营的独派的票，可以在柯文哲这里啦。这是柯文哲可以拿来做的。那你现在如果把陈昭姿给换掉，我请问他下一个可以拿出来做这件事的人是谁？没有嘛。那回到柯文哲的动作，柯文哲如果只靠陈昭姿，他有办法继续在绿营这一边去做很多的动作，把绿营的盘再挖过来吗？不行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释放出来说，他跟这个柯总召2个人这个见面，然后跟柯总召2个人见面，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谈成什么。虽然后来看起来这个在总预算案上面是目前是没有帮助，但后面会怎么做还很难说。为什么？因为对柯文哲来讲，我这样讲一点都不夸张。对柯文哲来说，每天都可以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每天都可以是一个重新的开始。也就是呢，政治的局势怎么转哪一边有议题有热度，然后那个符合柯文哲的需要，他随时可以转到那个方向去了。所以呢，既然每天都可以是一个重新的开始的话，那现在的状况就不会一定等同于2月1号的状况。为什么？因为2月1号之后，黄国昌他们就不在立法院了嘛。他不在立法院了之后，到时候新的立法院的里面的这个组成，他要听的是柯文哲的，还是听的是黄国昌的？你从现在民众党党内的各种这个表态来看，这个从地方要参选的包括现在的这些党公职
每个几乎都把听话对象拉到做决策的是柯文哲去了，大家表态是越来越直接哦。所以这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柯文哲拉回来自己的盘了之后呢，他在动作上面会不会是一定在像黄国昌一样继续往蓝军去靠，这是不一定的。所以我快速做2个结论。第一个，这个刚刚小平的担心是有可能发生，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只是说民进党怎么回应，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柯一定会想要靠过来啊，只是说他靠过来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这个跟黄国昌有关的新北市长这一局国民党呢，这个我前2天听到国民党朋友讲法是说，希望2月的时候，这个国民党党内自己先整合出一组人出来，整合出来人选之后呢，在3月的时候再跟民众党呢再整合出一组人出来。我要说这样的想法是太天真了啦，哪义府啦？为什么？因为柯文哲不会让这个盘就玩到3月就结束啦。柯文哲不会让这个盘只有玩到3月就结束了，除非国民党拿出够有诱因、够大的筹码出来，否则柯文哲为什么要让这个游戏到3月就结束？对他来讲，如果各位还记得2023年的极限施压的话，蓝白合一路给你谈到最后1个月，谈到选前最后压到不能再压的时间，最后才逼了一个结果出来。那对于这个新北市市长这一局来讲，柯文哲干嘛在3月的时候就让整个情势就底定？他当然让黄国昌继续去游走，看能游走出更多的筹码出来的时候，再来跟国民党好好谈一谈嘛。所以刚刚前面东豪哥说，这应该不会让李四川太好过这件事情呢，至少目前看起来，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因为一句话，因为柯文哲的政治前科实在太多了。所以刚刚前面东豪哥说，这应该不会让李四川太好过这件事情呢，至少目前看起来，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因为一句话，因为柯文哲的政治前科实在太多了，好不好？他如果可预测的话，那就不好玩。他就不叫柯文哲。对，但对你们呢？好，以执政困境来讲，经过了这2年，你们会寄望白银这8票能够是你们的奥元吗？如果是，显然就是柯文哲某种，如果赵康来宾说这样，也是他所希望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某种程度是绝对不能够拿来换或拿来让的吧？是，东豪刚刚所提到的，譬如说跟司法有关系，民进党为什么民进党党团也发一个声明，讲说司法不能拿来当做司法独立，不能拿来当做交换一些东西。再补充一下，因为包括府院党很快就建立共识。好，来，我应该是讲说柯文哲现在在做的叫做恐怖平衡，但这恐怖平衡对民主进步党来讲是没有用的。陈昭之某部分在陈水扁时代，确实他在因为陈水扁跟柯文哲这样一个熟识过程当中，有不少的独派大佬，我们讲的独派大佬本土的独派大佬，某部分是这样一个因缘关系，导致于柯文哲在选举的时候全部挺他，这是无可厚非，这也是一个事实。但现阶段民主进步党会不会因为柯文哲过来，然后我们又要跟他谈之前，我告诉你，2014我已经道歉太多次了，不可能了。柯文哲选市长选完了以后，2015就变起来狼，我们一天到晚在道歉抱歉，我当时候拜托你先投给柯文哲，我道歉了 N 次啊。那换个角度，陈昭之的立场，陈昭之现在我不知道他跟柯文哲之间的这个问题，但柯文哲或许是真的留着他，希望跟本土派或台派或民主进步党还有一点点可能牵得上关系。那种可能性来讨论，但我告诉柯文哲，民主进步党原则上不会因为这样子啦，因为你的过去的种种历史，说难听的，你的诈骗手法那么厉害，你的口若悬河的功夫那么强，我们不太可能因为什么原因，但我们期待民主进步党柯文哲真的认同台湾，真的希望台湾好来合作。那至于司法，我很简单，之前不是一直说我柯文哲被关的时候，然后黄国昌替他讲说，在监视器里面画面看到另外一头是赖清德，这种话都可以编出来。那时候你就说赖清德在介入司法，介入司法。那现在又回来说，赖清德一个悬念之间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某部分是希望有没有机会来介入司法。那你现在希望我们介入司法，不就回归到前面打你自己脸？我们根本没有介入过司法。那一样的问题，司法这种东西不用谈，这是天条，没有人有办法去介入司法。那我也要呼吁啦，柯文哲，你喜欢玩2手策略，我当议员8年，你当市长8年，拜托你最少的叫做洪建义啊。那我也说实在的啦，柯文哲再这样子玩，青黄说会玩到选举前，我个人认为
报名的时候，就是中选会登记的时候，才是真正它的起始点怎么玩。但邵总，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国民党不会被玩死吗？你尤其一个新北算不算一叶知秋？如果以新北来看的话，那对国民党来讲，现在是被人家欲取欲求。哎，你们52席，他们51席嘛，52席的国会最大党，哎，那还是要被玩啊。哦，那就继续玩吧。因为继续玩吧。因为第一个不是，因为第一个柯文哲的优势在哪里？第一个，他国会的8席倒哪一边，哪边赢是吗？如果他倒哪一边无关胜负的时候，那他连玩的空间都没有。是，现在最大的第一个空间在这边嘛，所以他要玩国民党，在国会是可以把国民党玩死的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第二个。以前你记不记得以前在立委选举还是什么选举的时候，柯文哲说过一句话：我提名不一定是要当选的，是要把你搞死的。那2024那一仗，在2024那时候要提名人的时候，他讲光10个关键选区，我如果要提一个的话，我不会当选，但是我就让你国民党就掉10席。对啊，那现在你看一下新北的状态。不是说已经追平吗？如果黄国昌参选下追平吗？好。那如果现阶段里面再隔一段时间，苏小慧略微领先的时候，那更不得了。要不要来谈？苏小慧略微领先的时候，那更不得了。要不要来谈？我筹码变大。从3个人选李四川人领先，到平手，到如果小输，你就发现柯文哲的筹码越来越大，那个砝码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黄国昌是什么？我之前我就说过，黄国昌就是柯文哲复出政坛的垫脚石跟最大筹码嘛。因为你其他地方，你那个筹码还不够重你那个筹码还不够重你一些什么嘉义市那些筹码不够重，新北那个筹码就真的重了。你干嘛这样讲？400万人民干嘛这样讲？没有400万人民丢得起吗？国民党打死都不可能丢这一席。国民党丢得起吗？丢不起，丢不起，我筹码才大嘛。如果你笑一笑说新北国民党我丢得起，那根本就没柯文哲根本就没筹码。重点就是你丢不起嘛。你丢不起，我筹码才大。你说玩得死玩不死你们？当然玩得死啊，在国会也可以玩死你们啊。出来外面以一个最大的新北当筹码，跟你谈其他县市，你要不要妥协一点？我补充一下，因为柯文哲玩李四川最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立法院蓝白是合作，所以蓝的选民不会那么讨厌，不会讨厌白。但是呢，黄国昌又出来。搞死国民党了！我跟你讲你要知道柯文哲一定会玩新北，而且会玩的时间很久，对，因为对方是李四川嘛，好玩啊！不是，为什么对方是李四川要玩这么久？记不记得金华城案李四川副市长？那个为什么隔壁怎么样？那个怎么样？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什么？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布尼奥奇亚湾呐，李四川在金华城里面的讲话，其实对柯文哲是不好的。是，柯文哲现在新北黄国昌看到李四川，他不用多玩一下吗？如果黄国昌他不一定会玩死李四川，但他一定会多玩一下。如果只有黄国昌玩不了啦，现在是黄国昌只是棋子，对，所以才好玩啊。小平要不要回应一下？刚刚那个上公讲那个，因为李四川是公务副市长，所有金华城廉政署来要资料都是李四川批 OK 嘛。刚刚讲完也答应了，这我先讲了，这恩怨的之所在这一了。不是我没讲这一段，你是加深的。我只是讲他脸书什么。公务副市长本来就要签嘛，难道叫别人签吗？好，第二个，今天请问你柯文哲为什么在你的节目专访，然后6点协议要反悔，白纸黑字。其实只为了5个字，叫3党不过半。你今天时光倒流回来，他当了副总统，
他甚至当了行政院长。其实侯友宜到私下到后来都是跳脱猪，就是直接跟他谈了，院长、副总统都给你都没有问题，就是要蓝白合。如果那个时候他跟我们合的话，你信不信国民党的票会将近70席，国民党的立委70，嗯，70的话你白还有什么用？嗯，我就70超过57十几席，那就远远超过，所以他就没有意义了。对，所以他当初反悔的话，很大原因是3党不过半，这也是他主任委员邓家基主委，他的总统主任委员哈，一直从头到尾每一句话都这样讲，现在有没有达到目的？有，而且是关键的不过半。是，就是谁靠我谁就，所以接下来有3个指标，就看到底我们怎么跟柯文哲相处哈。第一个，你1.25兆的台湾之盾要不要条文特别条例复委？第二，总预算是不是支持率复委？第3个，玩李四川玩到什么时候？我觉得这3个指标。对啊，从刚来宾的分析，你会知道国内政坛好看起来这个3党不过半，尤其白银的关键的那几席，那当然不同的人不同的一些手法。如果柯文哲柯前主席是整个主席室再往后的话，对蓝营来讲，未来到底该怎么办？那对绿营来讲的话，一个执政党又该怎么样面对这些整个国际局势？刚讲到当川普重锤，然后直接面对委内瑞拉是这样的一个效应以后，未来国际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